眼前这座荒山中的坟茔，便是位于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的明永历帝陵。在明朝灭亡后，明朝宗亲在中国南方重建了若干明朝政权，史称南明。这是一些个内斗内行、外斗外行的小王朝。南明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，便是这座墓的墓主明永历帝朱由榔。后来这股反清势力被吴三桂消灭，最后永历帝逃到了缅北。不久后被送到吴三桂军中，并被人用弓活活勒死，南明就此覆灭。不过永历帝有个忠臣叫做福冈，他在得知永历帝殉国后，便派人带回了永历帝的尸骸，然后埋在了他的老家都匀。但这事儿是秘密办的，几乎没人知道墓主是谁。直到民国年间，当时的贵州省长派人确认了墓主的身份之后，这个秘密才得以揭晓。之后在新中国时期，这座墓也得到了修缮，如今的墓碑和台阶等物全都是民国和新中国时期弄上的。它的文保级别是黔南州文保单位。我常驻都匀的老朋友南希一直想去这边祭拜，正好我过年时去贵州找他一起旅行，正好就来这边走一趟，从准备祭品开始办起来。我带了旺仔去，因为我觉得大家应该会喜欢喝这个。对，就财神，我供财神也用这个啊，因为我觉得这种新鲜的小玩意儿大家会喜欢。之前你在广东去那个陵，那是谁的帝陵来着？我在广东的时候去了宋少帝陵，他是8岁的小孩，我也带了旺仔。也是带了旺仔。我挺喜欢用旺仔上坟的。我们是2025年2月自驾过去的，那会儿天气还很冷，车停在山脚下了。现在根据箭头方向指示，我们一路往山上走。然后我们俩走着走着就迷路了，不得不放出无人机来寻找真正的道路。这下子才算是找到了永历帝陵真正的方向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。大家好，我是南希。我们目前是在贵州都匀的高唐山上啊，我们的背后就是明永历帝陵。一会儿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这。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叫高唐山，就明永历帝在这儿。其实你刚刚也看到那有其他坟嘛，其实说明它估计也是个风水宝地。所以说大家都在这儿葬。反正葬的人应该不少，我们去看看。走着。流芳千古，皇帝陵前159级台阶，是江西迁徙贵州图，然后下一个不认识。图什么元第18世后裔图这是图还是图吗？是图。是图狱中捐资36000余元修葺为乡后人故乐石。这是2024年的功德碑。我们就沿着这个台阶上去啊。一开始那个地方写着说什么260步加多少多少台阶，我以为是换算的关系啊，没想到是多少多少步加多少多少台阶啊。不过总体来说这个强度也不算是很大。看永历帝的陵前有好多烧过的烟花啊，还有打火机，应该有人在这放烟花来着。过年的时候还是经常有人祭拜的。是。我们来看看这边都有什么贡品啊。首先地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水果。难怪你刚才说要买点果子过来，是不是这边讲究用水果祭祀啊？好，左边这是一瓶云酒。我们在都匀自驾的时候，经常能够在路边看到云酒的广告啊，那说的就是这种酒了。后面还有桂花糕，然后后面是几束鲜花啊，从远处看着应该是鲜花，那有的上面还带水珠呢，这些应该是鲜花，不是塑料花。然后在前面就是香烛了。这红星二锅头是谁摆的啊？2瓶红星二锅头。然后旁边这是生煎包还是啥呀？这是一袋子，像是面食。不抢了啊！对，放在旁边。对。然后手工蛋糕。徐工，还有一块蛋糕。你说你这事干的？怎么了？3个粉，你买2蛋糕，咋分？这个蛋糕咱们都给永历皇帝，让他给自己的大臣们分。行，拿去。好。其实南希误会我了，本来这2块蛋糕买的是我们自己吃的，然后只供个旺仔牛奶就行了。那既然说要供就供吧，来，那就请永历皇帝给你的大臣们分吧。这个地方埋的是南明最后的一位帝王朱由榔。是，要不是那个你说在都匀的话，我都没有机会知道这还有一座帝陵。我跟你讲，虽然我在都匀这么长时间，我也是去年去了明13陵，我才知道，在我自己都匀这个地方还有一座帝王。
他是生在北京，死在云南，然后葬在贵州。轮到他死在了云南，云南那个地方好像有一个什么毕子坡，也叫逼死坡，那个地方现在还有他的那个永历帝的血骨树。但是他为什么葬在这？是因为有个叫福冈的人，这个人是都匀人，所以是他把那个福冈的古董给他把永历帝的古董。哦，对，所以是他把永历帝的古董给埋到这来了。然后其实还有个问题，就是很多人都在争啊，到底是衣冠冢还是古冢？你猜？我猜是衣冠冢吧。我觉得也像是衣冠冢，但我后面查了很多资料，说它就90年代的时候给它修缮，当时好多人都想知道到底是不是衣冠冢，所以在那个把那个棺材打开了一下，里面是有骨头的。哦，那就是确实是古冢。但这个说法我是从一个都匀人他的一个，好像他写了一个论文上面看到的，所以我如果是按照他那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它就是一个古冢。但它的古冢应该是不完整啊。毕竟历史上当时说他被逼死的时候好像是没有尸骨，这有很多种说法。但是我们就先默认它是对，默认为它是真的。我们总不能去上去把墓打开看看，就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，然后确认一下。其实贵州这个地方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就哪怕是都匀人，我也是跟你说，就是我是这2年开始走古建筑啊，走地陵啊，走非遗，我才知道这个地方。平时你要让我推荐都匀的话，应该很少有人会来到这吧？你觉得像我们这么闲的人有吗？没有，我觉得不会有这样的人，就是来这儿的人是非常非常稀少的。但它毕竟是一段历史，就对明史感兴趣的人还是蛮多的。就明朝的帝陵的话，一个在北京的13陵，一个在南京。南京是有，是孝陵。南京是明孝陵、明东陵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这儿，其实还有一个帝陵但那个在湖北中线。湖北。就是它应该是被追封的那个皇帝陵，但它也是个帝陵。那个就比这个豪华多了。然后北京还有一个帝陵，叫什么名字我想不起来了，现在是个老干部大院，已经进不去了。它是。现场的3座帝陵中，居中那一座是永历帝陵，它的碑首是云龙浮雕，是石碑中的常见元素。它的旁边还有2座墓，其中一座的墓碑上写着乌节敏昌期墓，墓主乌昌期是永历帝的大臣，死于缅甸人之手，最后被葬在了这里。永历帝陵的另一侧还有一座墓，墓碑上写着屠边修洪友墓，墓主屠洪友就是贵州都匀人，边修是他的职务。在跟随永历帝殉难之后，他也被葬在了这里。刚才南希在山下所读的那块碑就是屠家人所立，但是否为屠洪友之后人却未在碑文中言明。但无论如何，永历帝在长眠之后至少有2位忠臣在侧，想来也不会太孤单。这位永历皇帝是在崇祯帝朱由检殉国2年之后才正式继位的，他并不是南明唯一的皇帝，同时期还有其他的朝廷并立，都火烧眉毛了，还他妈内斗呢。在这个阶段，盘踞四川的张献忠北上抗清，但不幸战死。他手下的4个义子，也就是孙可望、李定国、刘文秀和艾能齐这4个人，决定联合南明抗清。但内斗的传统艺能不能丢？这4个人一开始好好的，后来也是反目成仇，打来打去。之后艾能齐死在了云南土司的手里，刘文秀在永历12年病逝，李定国在永历皇帝被杀死后，因此事悲愤成疾，于同年病逝。只有孙可望投降清朝，被封为义王。在南明彻底覆灭后，孙可望屡遭朝廷打压，最后不明不白的死了。二臣嘛，还想要什么好下场？连孙可望这样有威望、有功劳的二臣，都免不了狡兔死、走狗烹的命运。而坚定站在孙可望这边的人，又当如何？他们在汉人这边是汉奸，在满人那边最多算条狗，不会以为自己跪了就能和人家平起平坐了吧？跪下一时，挨骂百世，这便是每个拎不清的人最后要走向的必然结局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和徐公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